这个有点好处，它的口小，可以当聚宝盆，放蒜头酒也不错。这个不要录了，这个不要开玩笑。这个是开玩笑啦，不要录啊，这就是预告。什么预告？我看笑话人家才要看啊，你他妈全部都正经八百又不好看了，总是要讲一些笑话。我们桌上放了3个盘子，这一期我们也是一样，就是雍正乾隆。那么雍正乾隆材料里面出现了欧洲过来的珐琅料。那么这个珐琅料，当然大家都知道是从康熙的30几年开始慢慢的研制，从广州或者是从传教士里面带进来的，一直研究，都是到康熙50几年才成功。很多大家讲到陶瓷器里面的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谜底啦，我们用陶瓷器有很极大的谜团之一，其中一个就是所谓的古月轩，是什么时候有的？用前没有古月轩这个名称。应该到乾隆是不是还没有，我就不知道但是我认为到雍正是没有，因为雍正的一些珐琅材料那些专书我有看过。雍正皇帝在圆明园跟他底下的那些郎中啊，那些海望什么替他烧瓷的，就会下令，就是什么给我弄几个什么东西来，弄什么这个好一样来画，什么这些书我大概都有看过，但是没有专门的用字，包括古月轩那是不要讲，所以找不到这些证据。那找不到这些证据，我现在只能够拉杂的来讲，就差不多1年前，在台北故宫有一个展览，它展览鼻烟壶，整个展览厅全部都是鼻烟壶，所以那时候呢，人民的生活从上流的皇帝到一些低阶只要有一点能力的，都会用这个鼻烟壶，因为鼻烟壶里面它可以装一些那个提神的鼻烟，对，不管是中国的传统的那些就是中药，或者西洋的进口的香水料什么都有可能。第一个我就吓到了，他用的字叫做什么呢？士拿夫，展的是鼻烟壶。所以那么士拿夫明显的英文字是 snuff， 直接翻译。那个是我在知道古月轩这个，我的已经有概念了，他们都是一个 snuff。在第二个，因为过去400多年来啊，西方的这个船坚炮利的，包括他们文化的这些，就是来这边的传播或者来这边交流，一直在融会贯通。像说是西方需要的陶瓷器，早期全部是从中国过去，到中国的传教士里面比较早的是法国的那个耶稣会，所以法国的传教士就对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其中一个包括其中一个很出名，就是景德镇那边学做陶瓷啊，把景德镇怎么烧陶的那些书啊，就运到就写回去。那时候法国人啊，从中国的瓷器里面，他用到一个字龙泉青瓷。龙泉青瓷是中国的外销瓷里面是数1数2的重要的东西。所以那时候呢，法国人把龙泉青瓷叫做一个字，叫做雪拉桶，我们给它翻作雪拉桶。雪拉桶是法国的很出名的一个歌剧一个牧羊人还是怎么样的，他都穿着一个绿色的一个披风，一个瓷器被一个人用一个牧羊人身上穿的衣服给他取叫雪拉桶。那可能当时认为它那个颜色很像那个，就颜色很像那个，所以那个时候我在讲，就是说从士拿夫讲到雪拉桶，这是第二个，那个也没有名目，没有理由的。结果一传十，十传百，觉得很有意思，很好，这个颜色很漂亮，还是他们喜欢的东西，就雪拉桶。那第3个古月轩，大家现在都知道啊，找不到啊，紫禁城没有轩，第2个也没有姓胡的，出名的几个都有了，找不出任何证据。古月轩那时候有时候我也翻一些英文的书，铜胎珐琅、掐丝珐琅，英文字叫 Croissant， 那 Croissant 古月轩后面那个手轩，古月轩。
中国古董瓷器都会注意什么叫古叶仙，希望也得到一个解释。知识体大了。当然就是我们信口闲谈，古叶仙对中国瓷器的这个收藏是很重要的用字。这是题外话啊，现在我们讲古叶仙的解释之一啦解释之一不能乱讲由来，这个为了吹牛不能我没有把握的东西，我如果有把握我就敢吹牛来，我如果有书面很明确的，对吧？没有。我们讲到，因为这个雍钱呢，都是古叶仙，它好的都是古叶仙嘛。我们下来还会讲很多古叶仙的瓷器古叶仙嘛，就是珐琅料嘛，珐琅彩嘛。那么这一个呢，以我的一般收藏家的这个档次我没有能力说它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瓷器，因为这个画片看不出漂亮，只知道它就是整个还算细工。这一面我觉得它不漂亮，但这一面就不一样了。看它这个边缘这些画，成化鸡缸杯的这些画鸡花草，这画得很漂亮。它不是用成化的那个一片一片彩，就是一件式的，没有了，它已经很防护了，它已经上材料上了很多了，也不敢确定它是就是绝对是雍正，这就是很开门。好，让他讲讲这个盘子你拿到手上还有它的拉胚的一种弧度来讲这个就是很正统的官窑瓷器。那这一件刚才说郭董说这面的画工不是很漂亮这个其实这种青花一看就是要雍正的东西，它雍正的东西没有康熙那么艳蓝，它又比乾隆的还要蓝，整个图案的构图像仿这个成化的鸡缸杯的那种公鸡、母鸡跟小鸡，等于说一种田园之乐了雍正很向往田园之乐，所以它很多图案都是有田园的一种风格。那这一个画法如果说要仿成化斗彩的话，是不用黑彩的。可是雍正他特别用公鸡的尾巴用黑彩，就表示说他是雍正的款式，就是雍正的像康熙仿会用这个成化款来写但是雍正大部分都写他当年代的款。但是这个虽然是仿成化的风格构图，但是它整个的风格还是很有明显的留有这个雍正的那种构图的一种特色了后面这个也是一样，那个青花也是一样，它不是属于那种成化的平等青也更不是苏麻泥青的不过它这个绿彩来讲，就是很明显的这个绿彩，我们讲的这种色感后仿的是做不出来的看过它的胎款、釉水、画风，每一样都很到位，都是雍正的官窑的器型。这个龙画的漂亮，但是这个胎图看起来不太漂亮，所以我心里也毛毛的，可能觉得不是很对但也可能是觉得对，因为康熙的东西也是很多嘛。蔡先生觉得不对的，好，让他说明。对这个胎比较粗了一点，康熙有康熙的胎的所谓糯米胎，这个件不是然后这么大一件应该是糯米胎，可是它不是，它比较粗。其实乍看之下这是康熙风格画风没错，但是它的问题出在哪里？折沿那个地方它这个胎过重，就比较厚重这个口沿这个地方画风也不对，由于这个地方也不是粉彩的，导致像浅酱彩的味道这一个画风就是败笔。再加上这个后面是因为太重了，所以它用双圈双两个圈足，好像也不是很到位，主要是胎不对，所以这个应该是这个民国仿的所以龙很多了代一代都有龙对，这个是就是给大家讲因为龙年要到了希望大家万事如意这一件清三代的这个东西，如果说是清三代的，一般人肯定是猜是雍正。那么这个风格是雍正的，应该也没错，只是是不是对的，这是一个问号。这个到底画的漂不漂亮？先看这一面画的漂不漂亮，我的眼力都没有办法讲。刚刚我们看那一片说是雍正的，结果以我的眼力，我认为就是漂亮。所以有时候到了一个档次呢，那个审美的那种眼光有时候会很独特，不是一般凡人能够做到的。所以帝王之气有时候恐怕它的取舍有时候也是不太一样。这个胎应该是漂亮的胎，也没有一个疙瘩了。因为民窑的疙瘩一堆的，这个是一个疙瘩大概都没有。有，这个搞不好就是疙瘩。
这是有他打脸了，确实是有疙瘩的，有。但是你这么小的，而且他割的是这么小的哦，不是缩幼的，是针眼，不是缩幼，这个不是缩幼，是这个也不算，这个是针眼，这比针眼还小的。但是你这么大的一个盘子，有发生这样，反而是我们是外行人讲就这个是比较老的。对，那这肯定是手工胎啦，手工做的，不是现在做的。对，手工胎的时代，这么大的一个东西，只出现这么几颗像这个芝麻丁的，也是非常不容易。简单的就是以这个针后来看，后面这一块这一片它的画工我稍微比较欣赏，我认为比前面还稍微活泼一点，没有提示。这我没有提示的，这种东西哪有提示的？有，他们这边提示也有是吧？这一类的盘子叫做过枝，也叫做大陆那叫过墙。过墙，从外面画到里面，整只它过墙的东西有很多种，像那个什么梅瓶啦，有盖子的这种瓶子啊，或者将军罐啦它都会从瓶身画到盖子上面雍正款的这一类我看过很多，有的都画得非常漂亮。那说实在话，这个我对它有几个存疑的地方。当然，刚才讲说这种缩幼的地方在雍正、乾隆是几乎不大会发生的，因为那时候这种已经克服掉了但是不是说100%，但是也有第二个就是它的款写的只有7分像左右，并不是有9分像，就有7分像。7分像。对，那胎土呢？胎土它是手工胎当然不是清3代的胎。但是也没有说它100%就不是雍正的，它的这个地方的就是老化现象如果说我们讲这个粉彩，雍正的粉彩，它会有老化，这边一定老化现象。但是我们刚才讲说，也有说像刚烧出来的没有经过陈列都会刺手，对不对？那种但是这种已经不刺手了，已经有年纪了，有年代了。到有年纪的话，老化的现象应该比较明显。除非它是珐琅彩它的玻璃又非常的强，所以说到现在几乎没什么老化，所以说就是像我们讲的老瓷如新这样像珐琅彩就没有什么老化的现象讲实在话了，我也希望它是真的，因为这一类东西我也收了几件，但是我不能说因为我收了我就说一定它是真的，所以说还有几点这要澄清的地方，我还是要努力去澄清。好，如果万一不是雍正的，你认为最后是漏点会在哪一个时候？民国初仿的，最后漏点会是民国初。对。这也是比较花俏的东西，虽然看起来很素雅，但是一般的人不能思考或者没有把握，它这个浮出来部分又有颜色，它这个成型的工艺是怎么成型的？这属于用粒粉他们讲叫粒粉这个是我的一个问号。不管它怎么成型，你看看它上面浮出来这东西上的这个滤材它也会凝结，它不是很平匀的。有的地方会积的比较深，还有的对它手工画的，手工还是怎么样？所以这个工艺我不是那么内行的话，完全没有办法掌握。但是只能够觉得就是说不简单漂亮所以这个我也常常拿出来放在我的桌上我们请这个专家级的来给大家解说一下这个怎么样成型。这个瓶子的外形有个专有名称叫赏瓶，皇帝赏赐出来的，不管是朝臣还是外邦使节，这叫赏瓶。雍正开始有，但是雍正并不多，它流行在乾隆还有光绪。但是我们这个赏瓶的比例来讲，这个是有点跑掉了赏瓶应该是这根再长一点，再细一点，这个颈部要完全仿到比例1比1的比例来讲，那要失败好多次了不是那么容易的第一个比例它就跑掉了，再看那个后面的款，写雍正的那是更离谱了这个款就不大对了若雍正字我是看不是那么准，但是它这个青花的颜色比较奇怪，那款就走掉了，颜色也不对，对，那胎也不大对了我认为也是民国早期的一个仿品它也是那个手工做的，它也要手工烧的。你说这个是叫粒粉？对，粒粉就是像挤牙膏一样挤出来一个花纹。这粒粉来讲，就是早期是用在这个元朝的开始就法华，对，法华器，法华那时候粒粉，法华器用到最精细的，成化人的法华器最精细。
现代的瓷器有没有看到又用立滚这样的？现在没有，因为手工就太复杂了，那可能就不容易再见到。好，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器型的对比。这一件是青花釉里红，这个器型基本上是一致的，是一样的。如果有差异的话也不大哦，就是缩小版而已啊。这个温度好像没有那么高哦，稍微差一点。身上浮上来贴上去的一个龙，身上是有釉里红，五爪龙，大清乾隆年制，背上去这个龙也不太容易捞出这么样。你看这个龙身上的那个区做工也是很精。那么蔡先生认为这是民窑。我想也应该是民窑，这个也是赏瓶，但是它与官窑的赏瓶的比例还是有点出入这边看起它釉冠已经被咬掉了，那个这属于窑址或者出土的东西很明显它的釉冠被咬到，要不然就是出水的或者出土的看起来这个釉里红都是矿物彩，所以有泛绿点这一定是矿物彩，所以说这个东西应该是属于那个手工胎柴窑烧的只是它不是乾隆官窑了它应该是属于那种民窑烧造的东西，年代可能是乾隆嘉庆之间的东西。如果不是乾隆，就是嘉庆不会是清末了。所以我们讲说应该是确定的。前嘉庆就有前嘉庆也可能是嘉庆早期它落乾隆款也可以，对不对？对，我看过现代的这个样的东西也是一样，那么背着一条龙背在身上，所以就是前人的智慧后人的学习也是很合理的，也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好，今天我们以这一对，算石榴瓶吧，石榴瓶，环石榴那个石榴，这个器型比较少见。它这个青花色不漂亮，因为这个在我手上也那么长的岁月我所有东西在我手上都超过10几年，所以我常常每件都看久了，总是有一些体会。这一件呢，青花第一个比较浮那么青色又不浓不脆。所以这个青料是不好的青料，但是它的材料漂亮，尤其这个芭蕉叶什么叶的这个材料漂亮，颜色又会出果粒光。它陶瓷画的也还好，但是陶瓷它轮廓线用这个黑料画出这个轮廓线比较粗俗一点这是我对它的一个感觉。其他的大概都是很 OK， 可以接受。大清乾隆年制。也是一样，它因为青料是完全一样，所以第一个青料不太漂亮，字写的大概也差不多，也没有很差大概就是我的了解是这样这个一眼看就是后仿的，第一个它颜色色感不对，在刚才讲的青料它就太浮了，而且青料而且它没有浓淡的感觉，好像都是一样的颜色，它的款也不对我们讲说这个乾隆的款它虽然是写成篆字款，但是我们讲说。它的款字写法最重要一点是笔断气不断，它这个没有力量笔断气也断的所以说我们讲说它这个青花的款不对了这个款一看就不对了这个色感也不对，这应该是后仿的，所以说这一对的石榴瓶来讲，这个画工什么各方面都不大到位的，很容易看得出来这一个。大概是民国以后了，对，或者有没有可能是50年内的东西？差不多50年内的东西，有可能就50岁而已。应该是文革以后的东西了，应该是电窑烧的，不会是土烧，不会是柴窑，对，就现代的工艺，对，现代一句话就是现代工艺的成品。今天我们讲到这样，以现代来收尾，一般的收藏的就是很合理的一个境界，所以也是甘珠如饴，有的收到不好的东西是合情合理。好，谢谢大家。这个有点好处，它的口小，可以当聚宝盆，放蒜头酒也不错。这个不要录了，这个不要开玩笑。这个是开玩笑啦，不要录。这就是预告。什么预告？不管是双龙抢珠或者龙感珠，都是有一种就是说一个团队的精神，兄弟的一个互相的，就是要一起团结，这样的味道。